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辈，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成殊胜的菩提心。那继续讲，如菩萨行人善所害。那么，现在正在讲，供养品，也就是说供养制吧。那么供养制当中呢，昨天前面讲了12种一环供养当中的第4个供养已经讲完了啊，就是一环供养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讲第5个供养，也叫做是妙相供养。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相遍3000界，妙相屠伏彼，犹如纯念经，发光诸佛身。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平时在这个一环供养的时候，要整个3000大千世界，按照居士论里面所讲的3000大千世界，全部遍满这个妙相啊，就是相气。然后呢，这样的这种香气啊，全部供养这个十方如来的犹如纯净般的这个圣像，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圣像呢，是这个纯净一般的这个黄色的像。那么像这样的无数的这个如来啊，就它这里指标的是一种这个圣色的像。实际上，我们世间当中的无数的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呢，我们以这个妙相来进行这个供养。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在这里呢，主要讲的是这个一环供养。一环供养与一元供养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我们一元供养的话呢，那么心里就是愿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供养给他。比如说我看见有一个非常好的物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美丽的鲜花等等，全部就是供养给什么样，我就先心愿着它，然后再进行供养。它这里的一环呢，在整个世界当中无数无边的、广大无垠的这样的东西呢，在心里面可以观想出来，就幻化出来，幻化出来而供养呢，也有如实的功德。大家应该清楚，我们大乘佛教当中，万法唯心造。如果万法唯心造的话呢，我们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实际上的心的一种显现。然后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变化出一个非常殊胜的供品呢，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供品。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人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呢，那么对这个诸佛菩萨呢，没有什么差别，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们修行比较好的人呢，不管是到哪里，应该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修行的方便。不管是遇到什么违缘还是顺缘呢，也是一个修行的方便方法。然后，当你住在一些城市当中，或者是寂静的山林呢，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应该什么样的方法来都可以这个供养啊、忏悔啊，或者是修行啊等等，就是都可以应用的。所以我们这里呢，也是这样这个讲的。在诗文当中这样说的，第5个妙相供养，居士论当中这样说的：四大不足，于日月，须弥上往给予天，梵天世间1000寿，须为3000之世界。就是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道理当中，都大家应该清楚。尤其是佛教的，按照居士论的观点的宇宙观呢，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小千世界呢，整个包括须弥山呐、日月啊、参天呐、欲界的天呐等等，这些全部呢就是算成一个，然后这个呢就1000个数目就叫做是一个小千世界，然后彼之千数程序为2000中千之世界，就是那么刚才一个小千世界算为是一个东西，然后这样算下来就是总共1000个小千世界呢，称之为是中千世界。彼之千数3000界，那么刚才中千世界呢
算是1000个宗前世界，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大千世界啊，大千世界。那么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界，也叫做是这个娑婆世界吧，就是我们平常称为的这个娑婆世界。当然，我们这种观念呢，可能有些初学者啊，就是现在刚刚学佛啊，或者是对佛教的道理没有特别的温习过的这种人呢，不一定就观得特别的清楚。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佛教的一个宇宙观啊，佛教的宇宙观。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整个现在无边无际的这种宇宙世界当中啊，宇宙世界当中观想就是弥漫这个香气啊，就是芬芳的这种香气呢，已经铺满整个世界。这一点，我想我们也可以观得出来。就首先呢，我们像那个这种这个香气呢，就是整个遍满自己的屋子啊，就有时候你那个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就是撒一些香水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弥漫整个屋子，大家都应该有这种感觉。然后你这种观想能力呢，就是再进行扩大就像山谷那么大，就是最后呢像盆地那么大，最后整个世界就是这样遍满于世界。那么这样的这种香气呢，就全部供养就是自己所信仰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就是这样呢有非常大的功德。在这样的所有3000世界当无量刹土中，恒时飘洒着真正的分享啊，就真正的放享，遍及各处，以如此殊胜的妙相突覆，宛如纯金般熠熠发光的这个佛身啊，就是像纯金一般的。我们平时呢就是站不住纯金啊，站不住纯金呢，通过16次的这种磨练以后最后呢就是得到就是最清净最纯洁的，就像这样的这种这个闪闪发光的，或者是这个金灿灿的一个佛像面前，平时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30佛像呢，都是非常这个庄严的。这样的这个佛像面前呢，我们应该自己这个心里面也这样观想啊，就是平时我们比如说现在也是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像那个茉莉花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玫瑰花等等，有很多的香水吧。那么这些香水呢，应该平时自己也觉得是这种味道特别好，就是这种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很香的，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在这个佛殿里或者是佛像面前呢，就是经常这样供养。当然，这个是我们有所缘的一种方式。你这种观想呢，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你平时呢也可以这样这个观想啊。就是我今天呢，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分相啊，就是那种相当中呢，有一些是自然的这种这个相，有些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鲜花里面就是喷放出来的这种香纹呢，应该说是自然的这种香。然后现在一些各种东西配置在一起的啊，就是这个叫做就是人工的，或者是通过制造而这个出现的这种香水。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平时供养啊，就是平时供养啊。现在实际上的人们呢，就是经常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撒各种这个香气啊，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传统。当然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总的来讲呢，就是对自己的不清净，36种组成的不清净，就是再怎么杀也是不一定有非常大的功德。应该来讲，我们对这个平时在这个佛像啊，或者是唐卡，或者是一些供品面前呢，如果你能观想，当然观想；如果实在不能观想的话呢，也有一些象征性的。我的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情况的话，那就是拿一些香水呢，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就是稍微那个喷一下，就是这样呢，就也表示这个对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供养吧。就是这样的话呢，自己心里也是很舒服。可能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吧。总的来讲，我们这里这个就是香水的这种供养呢，应该是对这个原则，我们的所愿对境是指，如果这个佛陀就是佛陀的话呢，真的是以这样的清净的心这个供养呢，当然是不用说了，就是甚至是个我们以其他的这种作意而供养的话，也有非常大的功德。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就是阿那律，就是阿那律呢，就是应该是天眼第一
啊，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样的呢？以前就是人们数4万这个戒的时候啊，就人数4万戒的那个时候呢，当时应该在这个居牛佛啊，就是居牛顺佛，在那个佛教的教法下呢，就是当时有一群这个屠盗啊盗贼，他们呢就是当时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好像那个盗贼的那个首领呢，就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什么那个他穿的那个鞋呢已经破了，就可能当时条件比较差，现在的领导应该穿得很好。他那个穿的那个鞋破了以后呢，他们准备就是重新做的时候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实在是看不见了。后来就是他们找来找去，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佛殿啊，就是佛堂。然后到了这个佛堂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佛像面前有供的，这个佛像是非常庄严的，就是这个金灿灿的，非常这个庄严的。但是这个佛的面前的这个供的这个酥油灯呢，就是马上要熄灭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那个首领呢，就是为了就是布鞋子，马上那个加一个灯芯啊，就是加灯芯，然后他可能把这个鞋已经布好了一看的话呢，因为这个灯就开始照亮起来。那个时候呢，就看见那个佛陀的这个笑容，就是看见这个佛像的这种容貌。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一看就是对佛陀的这种身相呢，生起信心以后呢，可能原来那个灯旗呢，就是摆在另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升起一个恭敬心，把它摆在这个佛像的前面啊，就佛像的前面，然后在这个佛前，就是他发愿，我今天呢，其实他也不是自己供的，就是只不过是把这个灯呢，就是移到这个上面，然后他为了布鞋子，就是上面加了一个灯芯而已。他这样以后呢，在佛面前就发愿，就是他说我将来以这个功德，可能就是移过来这里边，以这个功德圆我这个生世，就是得这个智慧，就是最后呢，就是让我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佛陀的教法下面，让我变成这个天眼地也，后来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呢，就是也是变成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不管是你这个灯像也好，凡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凡是在这样的这个殊胜对境面前呢，哪怕是自己在这个也可以说是无记的心态当中吧，就是并没有特别的。就可以的这样的清净的心来，就是做这个善事呢，也有无量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也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呢，平时我们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条件的话，那就是你这样供养；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那就心里面观想，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相气妙相呢，就是全部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就是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坐车，或者是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面默默这样思维，这一点我觉得是也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它的功德呢，就是相当大的。这是那个叫做是妙香供养，就是下面讲的于诸生供出，供以香莲花，曼陀罗青莲花就是曼陀青莲花，几诸妙花曼。它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于殊胜的，刚才前面讲的那样，这个佛像啊、佛塔啊，或者是金刚上师啊，或者是一些殊胜的这个佛经啊等等，就是在三宝所依面前。这么样的殊胜的面前呢，那么应该供养这个就是莲花啊，就是供养这个具有妙相的莲花，还有曼陀罗花和青莲花，以及这个殊胜的花曼啊，就殊胜的花曼就是有几种供品吧。它这里的莲花呢，也可以分为比如说白莲花、红莲花、黄莲花等这个各种莲花。一般来讲，所谓的莲花呢，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是依靠日光而开启的。这种这个花朵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莲花，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释学里面呢，经常用青莲花和白莲花、曼陀罗这几个花呢，经常是运用的。那么它这里的曼陀罗花呢，就是曼陀罗花呢，实际上是这个33天的这个天人的福报当中所呈现的一种这个非常这个好的一种花啊，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曼陀罗花。青莲花呢，一般来讲是依靠这个月光而开启的啊，就是依靠月光而开启的这样的花。
还有这个花蔓呢，就是有各种花朵串在一起，串在一起的这个叫花蔓。花蔓一般是那个像念珠一样，就是挂在脖子上。以前印度的很多国王呢，就是别人迎亲他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就是花蔓就是挂在他的这个脖子上，就是这也是以前印度一直有这个传统，现在也是这样的。现在西方国家或者东南亚国家的有个别的这个国家当中呢，不管是国家的首相或者是一些高声大的迎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第一个首先到那个飞机场去接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笑话啊，就是让他带一个花蔓，就是让拨在你什么挂在那些这个大人物的这个脖子上。有些这个领导的话呢，就是他一般不小心一直摸着这个花蔓，就是然后。也有这样的，这个你们以前看过吧？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这样说的。第6个供养呢，就是梅花的供养啊，在堪为殊胜佛田的一切佛像当，供上令人感到惬意，香而亲人肺佛的曼塔罗花，然后莲花以及青莲花所有的这些天花，一般来讲我们人间也是有这个莲花、青莲花是我们人间也有。那么曼塔罗花的话呢，一般来讲这个天人的这个天花，还有这些梅花以及珍宝当进行传承五颜六色寓意的花蔓、宝蔓等等，就是这些呢，我们也这个供养给诸佛菩萨面前啊，就是供养给诸佛菩萨面前。那么这样的我们前面也一直再三的讲了，就是这样的这个不管是花蔓也好，或者是怎么说就是这个一束花这样供养呢，就是实际上功德是相当大的。以前那个《花花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若人散乱心乃至一意化啊，就是若人散乱心乃至一意化，供养于供养于花像啊，就供养于花像，渐渐无数佛，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以散乱心呢，就是甚至一朵花啊，就供养于这个佛的画像面前的话呢，那么就这个人呢，已经积累了无边的资粮，逐渐能照见如来的圣像啊，如来的圣像。所以呢，我想我们有些人呢，供养的花朵呢，并不是散乱心供养的，应该以清净心供养的。他所谓的散乱心呢，好像你无意当中，或者是你心处于一种其他的这个烦恼心的状态下呢，就去供养供养花朵呢，也有如是大的功德。这是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还有这个《白莲华经》当中呢，就是白莲花就是《法华经》和白莲花呢一般是不相同的。那么这个白莲花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于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这个或者是佛陀面前，或者是观想如来呢，就是向这个空中就是撒花，就是撒一束花。撒一束花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说，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呢，以佛的智慧来也无法衡量，也无法宣说。就是以佛的智慧来无法衡量，无法宣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不管是到哪里去的时候，在路上肯定经常，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经常看见就是五颜六色的各种这个鲜花。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说什么比丘戒就是顺便采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采一些花，就是像这个虚空当中这个撒花，就是这样也有无量的这个功德。如果你有这个一些戒律的这种要求的话呢，那么心里面就是观想也是可以的。藏地的很多佛教徒呢，每一次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整个满山遍野全部是鲜花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老修行人就是这课里面开始念诵，就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一直在这样讲。所以我们上次如意宝以前也是在这个宣讲如菩萨行人的时候，也再三的强调，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藏地有那么多的野花，那么多的非常漂亮的花，那么这些花呢，如果我们没有供养的话，那就是很可惜。要求大家，凡是到了草地上的时候，一定要念这个花供仪轨就是花供仪轨。那么我想，不仅是藏地，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寒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各大这个花园里或者是一些
些可能现在的是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是就是家里面就是有这个一些画，那么很多人都是并不是为供奉，就是为供养自己而摆的那个画，就是不管怎么样呢，你看见这样的画以后呢，大家也应该值得供养。如果这样供养的话，当然我们有得到这个许许多多的功德。同时呢，也应该发愿，就是发愿很重要的。记得我们以前世尊广传当中《百年华传》里面呢，也是有吧，就是当时是那个义成王子和这个曼达什么，当时在那个丹德山呢，就是丹德山他把那个。这个王子把自己的儿女都就是给婆罗门，给婆罗门以后呢，就是他那个妻子回来的时候，当时特别的伤心，就是因为他失去了2个孩子，就是他当时特别的这个伤心。那个时候呢，就义成王子告诉他，就是我们不是以前燃灯佛面前已经这个发过愿，当时你变成一个婆罗门子，婆罗门女，我变成一个婆罗门子，当时你在卖那个7朵画的时候呢，我身上只揣有这个六个这个银币，5个银币吧，然后我就只买了5朵花，后来我剩下的这2朵花呢，你也给过我，我们一起呢，当时在佛陀面前这个发愿，发愿以后呢，当时你就是愿意就是生生世世当我这个妻子，后来我说你最好不要这样，我是喜欢布施的，以后在生死过程当中，我如果布施这个一切的话，那你会后悔的。当时你说是我不会后悔的，我再也不会给你的这个布施3句造任何违愿。后来就是王子呢，就是一介绍以后，当时这个王妃呢，就是一一的全部就是显现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从此以后呢，他在发愿就是怎么样布施也没有这个自造违愿啊，就是没有自造违愿。我看当时我们学院表演的时候。第1次还是第2次，婆罗门子和婆罗门女是一起做或能指是吧？第1次还是第2次？对，当时他们也是真的很小很小，现在已经老了啊。现在他们表演那个婆罗门子可能不行了，这个已经将近10年前的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广传的一个表演，不过我觉得是那一段很精彩的，就是当时的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包括法王如意宝都是看了这个布施啊，就是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呢，就是大家都很多人都开始这个流泪。一方面呢，对师尊的这种在因地的时候他的这个布施精神呢，就是非常这个升起信心；另一方面呢，就是当时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怎么样苦行的，怎么样为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做这样的这种这个榜样，就是大家都非常感动。有时候，我想我们现在的世间的人们呢，就是经常是围绕这个贪嗔痴的一些这个表演呢，就这个作为这个话题，就是天天在想这个。实际上，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应该对这个佛陀啊、诸佛菩萨的这个传记啊、诸佛菩萨的一些事迹，就是经常观想、经常谈论啊，这样的话，人生的人生呢，也具有实在的意义。那么。所以我们他这里呢也应该这样讲，就总而言之，我们平时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鲜花花园呐，那个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忘，就是第一个马上要想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就这一点相当的重要。以前上师如意宝这样讲过，就是我们藏地昨天我们在这个方面拜的，今天好像没有，就是那个黄色的花，就是那个花呢，就是应该就是供养诸佛菩萨是最殊胜的。就还有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有一朵黄花叫做是这个入心轮花，就是入心轮花的话呢，这个华智仁波切不管在哪里讲入菩萨心轮，就开始就是生长这个花就是生长。我看我们现在就是学院当中呢有很多的那个入心轮花，我刚才忘了，不然给你们看一下也可以，有必要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呢就有6瓣的，有8瓣的，有这个12瓣的，就是看那个华智仁波切，不管在哪里，就听说是在青海那边。
边讲的时候呢，也到处都这个盛开这种黄色的花，不管是什么样的花，凡是我们看见一些鲜花，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观想，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这一点大家不要忘。以前最就下面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以前最神相，相以皆相云，复现诸圣修，种种妙事妙因事。他这里呢，在诸佛菩萨面前，我们也应该这个供养。供养是什么呢？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就是相就是最殊胜的相云。那么这些相云呢，就是弥漫成，最后呢就是结成相云。然后呢，还有供养这个身修就是供养这个身修，以及种种的因事种种的因事。那么注释当中这样说的，第7个就是相云供，殊胜合一的妙相，洋溢各方，结成相云它这个结成相云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呢就是在这个香炉里面就是烧很多香，就是最后呢就变成这个相云，而且这个相云当中呢，在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和教言里面，就是有些变成八吉祥有些变成七轮王有些变成蜈蚣当各种各样的这种形象。那么这些形象呢，就是全部弥漫整个虚空界，然后这个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就这叫做是所谓的这个相供就是相应供养。闲绕遍布空中，这些有都供养诸佛菩萨。所以我们平时呢自己在这个供香就供香呢，我想是不管是到这个寺院里面也好，或者是在自己家里这个佛堂当中呢，也应该可以供养，就是这个也很容易的。现在这个香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粉末的这种粉香，也有一些吐香，也有一些这个燃烧的这种香就是燃烧的香。尤其是现在呢，好像很多寺院都是开始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就是自己寺院里面的这个各种香，就是包括我们学院的有些人说是佛学院的什么厂里面的这个香但我们学院呢，就是从来的是没有这个搞什么那个香厂没有搞，就是我们真的是文思修行为主的，就是也并不是主要搞这些。当然这些也是可能就是以这个学院的名义，就是打这个学院的这种旗号，就是这种是现在不管是在这个有些僧人也好，或者是有些其他人呢，就经常是以学院或者是以上师的这个名义来外面也要搞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经常是有的。但总的来讲呢，我们也应该这样想，就是凡是什么样的这个配置也好，旃檀香也好，沉香也好，丁香也好，那么这些做成的香就是应该就供养这个诸佛菩萨面前的。我们平时呢如果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在寺院里面去这个供香。如果在家里的话呢，就平时每天都是供一根香或者是一份香，就是这个香没有什么差别。以前上师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呢，他老人家特别的赞叹这个白檀香的那个香就是因为白檀香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它那个白檀香的粉就是味道特别的这个香，就是相当好。那么我们自己感觉这是非常好的话呢，这个作为这个供品呢，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也是同时也要发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变成这个清净戒律的人，就是对众生呢，就是带来这个清净的分享，就是应该这样一边发愿一边呢就是供香就是供香。还有第8个呢，就是供养是叫做是这个身修供养。那么身修供养呢，有金香、白糖、核桃枝等花样繁多、味道鲜美的身修。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修呢，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讲过。一般这个3白3片就是所组成的这个式子大家都知道，你们也可能看过。比如说像那个给路派的话呢，元月15号的时候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式子法会就是狮子法会。那这个狮子法会当中呢，有非常好的一些这个精美的这种这个酥油花，就是酥油花做成的各种这个贡品。那么这样的贡品呢，实际上是也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实际上它这里所谓的圣修呢，就是我们诸佛菩萨包括这个空性护法神他们所使用的事物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做的时候呢，有一种象征性的，就是它专门有一种形状，就是这是我们在学院当中也是经常
供那个柿子供养啊，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的。那么在别的地方呢，也可以有这样的，就这是一种象征性而已。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柿子啊做的时候有点困难呢，就是这个做不来，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平时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一些糖果啊、饼干啊等等，这些也是代表这个柿子。我们供花的这个按要求来讲，应该是供生锈，就是供柿子。但是我们做不来，就是具体的有些情况所限制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平时的一些这个各种就是自己觉得是很好的一些这个核桃汁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红牛啊，就是等等，就是各种什么这个饮料呢，就是可以这样这个供养，或者是你所谓的这个食品当中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供品啊，就是这也是作为这个圣修，什么供养都没有，就是你这样那个就诸佛菩萨面前，当然诸佛菩萨并不是特别需要你这几个饼干，就是也并不是你这一瓶那个什么饮料，就是他特别苛刻啊，就是没有这种情况就诸佛菩萨呢早就已经断除了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忌啊，或者说就是这个难受的感觉就没有的，但是我们没有一种这个象征性的话呢，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发愿呢，就是也是不一定这个成功的。这一点我们实践上也是这样吧，实践上也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呢，或者你要这个委托一件事情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最少也是拉一个哈达，或者是就跟别人就是说话，就是有这种情况，这是实践的传统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呢，一般来讲，你发什么愿，就是实践上人们所谓的这个许愿。你要这个发什么样的愿的话呢？那么你一定要就是做好一些这个公平，就是然后在这个佛像面前呢，比如说你到寺院里面去，你今天呢就是想把自己的这个生意搞得很好，或者说你这个自己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啊，在这个时候呢，首先是你应该就是做一个象征性的这个就是供养啊，就是点一根香或者是一朵香花供养，供养完了以后自己心里默默的这个发愿。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这个发愿的人呢，就是也在寺院当中是确实是比较多的，经常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发愿。但发愿的过程当中呢，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没有的话，是我觉得是凡夫人也是恐怕有点困难的。但是最好是两个字不要忘，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啊，就是我围绕这个众生，就是然后包括自己呢，在这个当中，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呢，也可以这样的。比如说，我想就是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呢，我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就供香也好，供灯也好，我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呢，我为了利益众生，我变成什么什么，就所以众生两个字，我们作为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刚才讲的这个生锈的供养啊，就是生锈的供养。那么下面就是讲的是应该是就是灯供和还有这个地面的供养。叶线金莲花，七列珍宝灯。这是这个灯供，就是叶线上呢，就是金莲花就我们这个现在灯旗呢，就是有金莲花的，就是有各种法轮型的，就是莲花型的等等，就是有这个灯旗呢，就是像金莲花那样的，然后就是拍的特别整齐的这样的这个宝灯啊，就是宝灯，就是灯供，就是讲的是灯供。降伏地面上就是三不月一花，就是下面呢就是整个地面上就是附有这个焚香的，还有呢就是撒满这个鲜花的这种地盘也好，或者是宫殿啊，这些呢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的意思。那么第9个也就是叫做是这个灯供啊。那么这个宝灯的供养呢，竟然有些排列着金莲花中安放有各式各样光芒闪闪的宝灯，这些也供养诸佛菩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平时自己在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呢，自己做一些这个就是灯，就是裙子这个供养。如果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呢，你就心里面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实践当中呢，就是广大无边的这个灯旗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灯芯和就是油，然后呢就是点燃以后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当然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你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油灯呢，你也可以观想。一般以前那个就是供这个酥油灯的有一些功德文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这个整个外面的这个灯旗呢，就是像什么这个外面的七世界这样来观想，然后里面的灯芯呢，就是观想这个须弥山，里面的油呢，就是我们这个七大海洋啊，就是或者是四大海洋，就是像这样的这种我们按照俱舍论的话，那就是中间就是有这个7个近海吧，就是那么这个海洋，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说法呢，讲这个4大海洋，那么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全部以灯光，就是你一照亮的时候呢，就全部变成这个光明，那么整个世界呢供养这个诸佛菩萨，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油灯，但实际上呢，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在这个僧宗这个里面也好，佛像面前呢，就供养很重要，就是功德很重要。我看，到了这个拉萨那一带的时候呢，这个拉萨人呢，就是对这个灯光是非常重视的。每一个到了一些节日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这个就是一些男女老少呢，就是全部到这个寺院里面去，然后呢，就是他们每天就拉了一些那个酥油啊，就是在这个灯上面就是加一点，就是每一个殿堂里面去，一直供完，就是有这种传统。所以我想我们平时呢，就是如果藏传佛教当中有些这样的，就是心思特别善发的，有些很虔诚的，有些老居士的话呢，他一辈子都是这个灯呢就是不灭的啊，就是一辈子都是他自己在佛殿面前呢，因为那个灯器稍微大一点的，有时候换一下那个灯芯就一直这个添那个油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是这个灯呢就是一直不灭的，就是有这种一直人死之前他自己也是发愿，就是灯这个一直不灭，也有这样的。我看现在有些大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卖那个什么那个灯器啊，就是那种这个这个一直这样放着的话，那就是到时候交一点电费，就是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这样也是很好。就是这样也是很好。以前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在世的时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当时那个有一个叫做是什么那个。有一个贫女啊，就当时就看见那个国王就是宫灯就是非常就是什么这个金子啊银子啊当当就是许许多多的灯器当中是这个宫灯，当时他一方面特别随喜，一方面他自己心里面呢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贡品。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一点那个这个酥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就佛陀面前就是供养。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目犍连就是认为是白天这样供灯就是浪费油，就是最好是晚上释迦佛陀传法的时候呢，就是在佛前供灯。当时他就想办法就是把它这个扑灭，怎么样也是没办法的。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目犍连的神通还是很厉害的，然后他依靠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呢，就开始准备扑灭这个火。扑灭这个火的时候呢，一直实在没办法的。后来他问这个佛陀，为什么我神通那么厉害，就是那样一盏灯的那个这个贫女的一盏灯的我就扑灭，为什么这样？他有点就是不高兴。当然不高兴是我假的，阿罗汉有没有不高兴不知道，但是好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口气来看呢，就是他说是你们这个声闻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灭人家大乘的这个灯啊，就是因为他呢，他是怎么样发愿的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灯呢，就是照亮这个所有众生的无明黑暗，他是这样来点的。所以呢，你这样的这个小乘性的神通呢，肯定不会扑灭的。当时这样讲，而且释迦牟尼佛呢，当时这个贫女也是书记为是将来变成灯光如来啊，就是灯光如来。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这个点灯啊，就是这个点灯，就是尤其是酥油灯啊，就这些功德相当大的。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那最好把有些怎么说啊，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传统啊，都不要认为是这是没有什么，这是一种样式啊，这是一种形式啊，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啊，真是这样的。现在实际上的有些人是根本不理解啊，你看你们这个供灯有什么用的？就是这不如呢，就是这个酥油自己吃了哈，或者是给贫穷的人哈。当然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的很多事情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仪式啊，有一些最
基本的因果增减是不能欠缺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学这个大乘菩提心的人呢，最基本的这个因果观念，这个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个来世、今世，对佛教所说的基本的增减，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那所谓的什么这个修大乘佛法呢，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因此，大家在对这个佛教的基础上一定要下功夫。如果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个佛教的增减方面、因果方面，或者是对这个人生难得方面呢，就是缺有一些深深的见解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始修尼塔的菩提心啊，因为这个尼塔的菩提心呢，非常的深奥，就是有时候呢，我都感觉现在有些人可能基本的这个基础都没有，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所有的自我设计啊，然后要这个做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话，那很困难的。为什么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基本的一些人格或者人品呢，还没有这个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这个自我的一切心生，然后要全心全意为利益众生的话，这个恐怕有些人不一定接受得了。但不管怎么样，佛教的精神，佛教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这个宣讲的时候呢，也不对不讲就是它的这个真实的道理。这样以后呢，就是平时就我们这个修什么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修这些世俗的积累资粮，我觉得很重要记得以前那个《极乐圆满大书》当中，这个拉劳清楚仁波切也是这样讲过，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就是像那个释众就释占灯或者是10个神修都是没有的，就经常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祈祷一些什么这个圣尊菩萨等等来这个帮助利益这样是不一定会是个实现的。所以我们平时发愿也好，平时呢就是祈祷功夫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应该就是自己我刚才所讲的一样，象征性的这种积累资粮，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就不可缺少的。我刚才讲的一样，你要真的要这个许愿或者是你真的要发什么愿的话呢，那么你有这个象征性的这个在佛像面前呢，就是供一盏灯就每天早上的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夙愿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吧？比如说我在佛像面前呢，就是我就供一支香，然后呢供一盏灯，然后磕3个头呢，就是我对这个佛陀的并不是刻度上的一种恭敬心，我对这些呢什么都不管，光是说是什么就是顶礼阿弥陀佛，顶礼阿弥陀佛的话呢，好像我们平时的感觉上看呢是也有一种就是不太实在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把这些基本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就是千万不能忘。第10个就是地面的这个供养就是这个地面的供养呢，相随涂佛的地面上遍满名人伤心欲魔的花朵，以此做供养。那么这个呢，平时我们比如说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这整个地盘或者是讲堂里面就是撒满那个鲜花，就是然后供养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佛典呢，就是烧的这个干干净净的话，实际上对这个佛陀的一种恭敬，也是对这个佛陀的也是一种这个供养就是也是一种供养。所以平时呢我们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对这个佛陀呢，就是也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供养就是这种方式来供养。那么我们到了哪里的时候，当然你一环供养就不说了。如果一环供养不能这样观想呢，你不管是到哪里，就是哪里有一个特别亲近特别寓意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多好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是观想，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就这一点很重要。下面应该是第11个吧，就是广扫仰战阁，悬主耀光车，眼空无量事，也显大悲尊。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广大无垠的这些大烧宫殿全部都伴随着这个赞叹诸佛菩萨的歌声。还有呢就在这些无量殿当中呢，都这个宣吹出各种珍宝就是耀眼夺目，就是然后这些装饰品呢，演示了整个虚空界就演示整个虚空就无量无边的，全部呢就是
供养给诸佛菩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平时都这个一些无量殿，所谓的这个无量殿的话呢，以前古代都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形状啊、形式啊，以及呢就是整个装饰都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无法想象的、无法思维的，这样的宫殿呢，就是才叫做是这个无量宫殿。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平时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在大城市当中的，经常也可以看得到一些这个无量宫殿呐，或者是一些星级的宾馆呐，以及呢，就是外面就是所看见的一些这个高楼大厦。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在心里面也可以观想，或者亲自看见以后呢，你就可以说是那么好的房子啊，那么好的宫殿呢供养诸佛菩萨，供养三宝，供养三宝。这样一说的话，心里面也可以这样想。而且呢，确实也有这个很大的功德，功德。第11个供养呢，就是宫殿就是宫殿的供养，具有庄严等功德的无量宫殿，传承着天子天女所吟唱的悦耳动听的赞歌，各种珍珠、宝珠、船，悬垂的饰品匠、宝床等颜色的光辉扭丽，光芒万丈，遍布整个虚空界，成为虚空庄严的这些饰品也贡献给具有大慈大悲的这些诸位菩萨、佛陀包括这个如海空行护法宗以及这个对自己有法恩的所有的这个十方这个金刚上师就是大恩上师面前，就是应该这样去这个供养。那么这些供养呢，就不仅说我们真实的这个供养甚至一些在这个玩耍的时候做这个供养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以前在那个仙玉经还是哪一个经典当中也有这样的这个供养吧，就是有一次这个佛陀和阿难就是这个到城市里面去化缘的时候，当时有2个孩童就是2个孩童呢，就是看见这个，他们本来的是用那个就是一些土粉，就是有些做无量功德，有些做这个宝库，有些做如意宝等等，就是这样这个供养这样就是做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玩耍品。那个时候呢，他们很远的地方看见这个佛陀和阿难尊在出来了以后呢，2个孩子都就是生起信心，然后生起信心以后呢，就是他们都准备把自己的这个贡品、自己的这种财物供养就是有些经里面说是宫殿，有些经里面说是什么那个如意宝，然后如意宝准备呢，就是他可能一个土堆吧，就是这个土堆呢，就是准备供养这个佛陀。供养佛陀的时候呢，因为当时2个小孩子就是个子特别矮，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是向上去。后来呢，就是一个孩子就是跪在那里，然后另一个孩子趴在上面，就是向那个佛陀供养。佛陀也是就是这个钵盂呢，就是拿第2这个结束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土堆的供养。回去以后，佛陀要求就是把这个小孩子供养的这个贡品呢，你应该用上，就是刷在僧众的墙上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泥巴，就是刷在这个僧众的墙。后来以这个发愿，以这个3句呢，就佛陀也受记，说是这2个孩子刚才真正要供养如意宝的这位呢，就受记我涅槃以后过了100年的时候，变成阿育王这个国王。阿育王国王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的确是成了这个阿育王。刚才另外那个呢，就是成了阿育王的这个大臣就是因为大臣。后来阿育王呢就是这个佛陀圆寂以后做了84000塔，就是大家也清楚，就是现在就是遍布整个世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殊胜的对境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不一定是有特别大的这个公平就是一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公平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功德就是有一定的功德。以前不是来了一位督爵就是督爵的时候，当时那个就是应该这个就是来一位督爵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舍利子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好像他就供养那个曾和县就是那个曾和县，后来呢就变成这个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子就是舍利子。所以我有时候呢遇到这个殊胜的对境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公平呢，也积累很大的这种质量就是积累很大的质量。所以呢，我们就是平时到了一些寺院到了一些这个佛典里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应该就是好好的这个发愿就这个也很重要。
你光是这个供养就是没有发愿呢也不行的，一定要就是发愿啊。发愿的时候呢，我刚才也所讲了，就是自己肯定要带着我就是像智慧地，或者是我这个慈悲地呀，或者是我尽快在我的相续当中菩提心升起来。如果菩提心没有的话呢，我在这个世界当中不管怎么样活得特别的痛苦，就是看别人一直看不惯，这个也是坏人，那个也是坏人，全部都是坏人。一定要首先我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以后呢，我看见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众生的时候，都这个菩萨这个都是这个佛陀，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修行就容易。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现在的境界很差，就是应该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目的啊，不同的这种想法，所以大家也应该这样这个行持啊，就这个也极为重要。下面就是讲第12个供养啊，就是第12个供养，就是也就是说一环供养当中的最后一个供养。那么这个颂文当中这样讲的，金饼称宝山，竹鞭追灭时，行妙既庄严，也展现诸佛。他这里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就是金饼称指的这种各种珍宝的就是宝山啊，就是三盖。那么这种三盖的它的整个周边呢，就是点缀着非常美好的这种装饰品，而且它的这个微型这个特别的庄严啊，就是整个这个外形就是特别的庄严。那么这样的这个宝山呢，也是供养诸佛菩萨。我们平时呢，大家也知道，所谓的宝山是在这个处于8吉祥之一。那么它呢，就是象征就是整个一切就是吉祥，就是一种这个瑞祥的一种供养。当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转法轮的时候啊，就是转法轮的时候有2种这个说法。有些说，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当年这个到这个33天，为这个母亲说法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撒旦城市，到撒旦城市的时候呢，当时。右边是这个梵天为主的500个眷属拉着这个珍宝的宝山啊，就是然后左边呢就是帝释为主的500个眷属拉着这个黄金的这种宝山，然后呢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就是撑起宝山，就是来到世界就是旋转法轮，以这个缘起呢，就是从此以后来就是凡是高僧大德就是引进到一个寺院呢，引进到一个道场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后面有一群人呢。就是拉着这个宝山呢，就是拉着这个山盖的缘起呢，也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呢，凡是以为这个高僧大德要真的搞一些仪式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像是就是大家都这个拉着这个宝山，就是拉着宝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宝山有一种象征，就是带着宝山的话呢，实际上是胜过一切为愿啊，就是因为白色的这种尤其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当时我们这金刚项目中呢，就是专门给上师做了一个宝山呢，就是后来本来这个地呢就是原来是个黄色的，后来就是上师说是应该是白色的，就如果是白色的这个宝山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胜过一切啊，就是在一切释放一切。当中的话呢，就是获得胜利的一种象征，就是所以我们这个8吉祥当中的这个宝山呢，对这个上师也好，对什么这个诸佛菩萨面前这样供养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所以后来的这个佛教的，不管是哪一个高僧大德传法的过程当中呢，都就是撑起这个宝山了，就撑起宝山的这个象征呢，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宝山的周围呢，就是也有各种的这个璎珞啊、半璎珞啊，就是有些也有这个装饰品。就是这是可能各个地方都不相同的，不仅是这个就是高僧大德们一直这个很多佛像的这个上面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宝盖，就是所谓的宝盖，也可以说实际上宝盖呢也是一种这个宝山吧，就是那么佛像不一定害怕就是下雨，就是上面就是一直是成一个玉山，不然的话呢害怕这个下雨啊，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是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标志啊，就是标志。它这里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这个宝山供养啊，就是诸位有珍珠当，饰品严实的乐仪金饼高高称起，珍宝铸成，造型美观凝人，健而生息的殊胜啊神妙宝山呢，也是很是供养一切如来。当然这里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这是说宝山。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记了原文当中什么这个8种这个瑞相啊，然后7种这个轮王宝啊等等，凡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供养。总的来讲呢，我们对这个佛陀、书生、对经、对三宝呢，一定要第一个要有这个虔诚的信心。如果没有虔诚的信心的话呢，可能人们都不一定这样做啊，就认为这是多余的事情，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啊？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分别念。当然，这些都是不懂佛教的这个原因而这个导致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自己也梳理自己的正见，就这一点很重要的。如果你连正见的没有的话呢，那这个佛教的慈悲观啊，或者是智慧啊、缘起观啊等等。这些这个上的功德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升级的，就像是没有大地的话呢，就是那大地上是这个生长万物的机会根本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每一个不管是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首先你的这个见解很重要。什么叫你的见解呢？对佛教的基本观念。就是对佛教的基本这个看法呢，一定要就是摆正。如果你这个都没有的话，就像我们实践人呢，有些就是对这个佛陀、佛教或者是对僧人的行为呢，一直一种排斥的眼光，一直有一种这个斜眼来就是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比如说我对任何一个人呢，我觉得是这个人完全是坏人，那么他怎么样给我澄清呢？他怎么样就是称白他的情况的话呢，我不会相信的。所以我想我们世界上的很多的人呢，目前来讲呢，当然是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是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到了这个大城市里面也好，就是不管在哪里，应该这个学佛的这个团体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具有正见的人呢，就是不太多。首先呢，一定要建立这个梳理自己的正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如菩萨行能学习到这里。ahu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